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下交换率、结合率以及分配率。其实原本我是想先讲乘法的，但是发现有一个东西不讲呢，乘法就很难把它讲明白，那个就是分配率。但既然我要讲分配率了，我就不能不顺便讲一下交换率跟结合率。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吧。首先，交换率呢叫做 commutative property。呃然后这个是加法跟乘法都适用的。那为什么加法跟乘法都有这样的性质呢？那是因为乘法本质上是加法的重复，所以这两种运算呢，有很多算术的性质都是一致的。那具体交换率呢是什么样子呢？比如说2+5是不是就等于5+2啊？它们都是等于7啊，都是等于7。然后上一节课你们应该还记得这个99乘法表吧？你看99乘法表的话呢，这一斜列的数是一样的，这一斜列的数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交换率呢，在上一节课已经多少有点涉及了。这些数呢，交换计算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同样2+8是不是也是等于8+2啊？两个都是10嘛。然后呢，我们呢，古人呢很聪明，发现了这样交换率的规律。那么到了我们近代的数学家就可以使用代数来写出它们的一般式。那这是加法的交换率，它的代数形式，它的一般式呢就是 a 加 b 等于 b 加 a。然后同样呢，乘法也有相同的规律，那么它的代数式就是 a 乘 b 等于 b 乘 a，那就是2乘以5等于5乘以2，2乘以8也是等于8乘以2。大家要注意啊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些都是作为公理存在的。公理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些是不言自明的道理。所以呢，是大家发现哦，数字的算术有这样的规律，那我们就把它总结出来，然后以后我们也这样用。但是他们是不需要去证明的，公理是不需要去证明的。当然，数学发展到后面啊，再比如说代数结构或者抽象代数呢，会有数学家去证明这样的公理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公理都是不需要证明的，就是大家发现哦，有这样的心智，有这样的规律，而且是不言自明的，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子用就好了。同样的，除了这个交换率之外呢，我们还有结合率。结合率呢，就是so c a property。那么它的一般式又是什么形式呢？那就是 a 加 b 加 c 等于 a 加 b 加 c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要怎么去组合、去相加，它们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那么换到乘法也是一样的，乘法的结合率呢，就是 a 乘以 b 乘以 c 等于 a 乘以 b 乘以 c，它们的结果也是一样的。比如说2乘3乘5都是我们先乘2乘3，那就是6嘛，那5乘6是不是等于30？那然后我们如果先不乘以2，我们就先3乘以5。那3乘5 15嘛，那2乘15是不是也是30？所以呢，这个是算乘法，我先移下来。所以呢，结合律也是有同样的性质，同样这个也是公理啦，是不言自明的，同样也是公理。最后一个呢，我们要讲到一个分配率，这个分配率在算术里面很关键哦。property，它的一般式呢就是
a 加 b 乘以 c 等于 a 乘以 c 加 b 乘以 c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分配率好像跟前面都不太一样了？交换率跟结合率都是可以互换的呀，那怎么到了结合率就不行了呢？那其实这就涉及到了刚刚说的乘法是加法的重复，或者说乘法是加法的叠加。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，比如说2加3乘以5，这一个呢，你要是分解成本质的话呢，首先是2加3，这个东西加自己5遍，这个就是乘法的本质，就加自己多少遍的意思。那么我们有没有发现这里有1、2、3、4、5个2，那是不是就可以化成2乘5？同样的化成3乘5啊？所以这一个性质呢，也是发现就是有这样的规律，也是不言自明的公理。当然你想要证明的话呢，你可以用高等数学去证明它，那这里我就不细讲了。那么这3个算术的基本性质呢，就是交换率、结合率跟分配率。它们总结出来呢，也是主要为了我们去简便运算的，在生活中可以帮我们很大的忙。我们可以先去组合算好算的数字，那么这样一分解呢，那算术就会变得非常简单了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些例题吧。首先第一个题是69乘125乘8。如果我们先去算69乘125，会觉得哇，会一下子你是算不出来的啊。当然乘法是怎么算的，我这节课没有说啦，但是我相信大多数都是知道乘法是怎么算的。那我们怎么去简便运算呢？虽然这两个数加起来特别难算，但是这两个数是不是好算的？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数等于1000嘛，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用什么结合律，就69先乘以125乘以8的积，那就是69乘100就等于6900，你看很快就算出来了。那同样这道题呢，25乘404呢，其实是特别难算的，当然也有人算得很快了，我很快就能算出来这是10100了。但是对于小学生来说呢，他可能没有那么直观，那我们就先去用分配率把它拆解一下，那就是等于25乘以是不是400加4啊？那就是等于25乘以400加25乘以4，那是不是这个就很好算呢？10000加100。所以就等于10100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第3道题的话呢，你去直接算，你是不是也懵了？这个倒是很快能算出来。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也是用结合律的话呢，就很快能算出来了。那就是等于25乘以37加3，那就是等于25乘以40哦，那就是1000，很快就算得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我们这一节课主要是科普啦，让大家了解这3个算术定律的基本性质、基本用法是什么样的。我就先不找那些很刁钻的题给大家了，大家先熟悉这3个定律是怎么用的就行。那后面呢，我也有留2道思考题给到大家。大家回去呢可以算一算这2道题，就会比刚刚稍微难一点。但是如果你善用刚刚的3个定律，也要花时间的话呢，也是能够做得出来的。到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答案放到评论区，然后大家相互对照，看算的对不对哦。好，那这节课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，非常感谢帮忙点个赞，也非常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以看到更多关于数学方面的科普视频哦。那下一期再见啦，拜拜。